心爱跟神与一直是男女战争中的兵家必争之地。骂女人不检点的名词，如果从古代开始算的话，还真的是算不完。这里只列举几个跟母猪教同时期流行的词汇，这期要麻烦听众看一下字幕，因为有很多的谐音字。第一个词是破麻，破麻是台语，麻是原本的用法苗的谐音字，苗的正确写法是一个女部再加上苗栗的苗，有妓女的意思。不过虽然它是台语，但我其实不知道台语怎么念。这个字最早只是代表女人的容貌美丽，后来在闽南地区才演变成妓女的意思。网络上有人说这个词是指破掉的麻布袋，但是这个说法好像没有根据，应该就是一个误会。这个词也是万用的，跟万人骑公车北港香卤人人插是类似的意思，反正就是指女人的性经验很多很随便的意思。不过我查了一下，发现这个用了会被告哦。第二组是很破、铺麻、铺还有 pro， 这组是上一个词破麻的变化体，用法是一样的。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躲过法律的制裁？很破不用解释嘛，铺麻是破麻的谐音，因为刚好撞名运动品牌的名称很好笑，所以就流传下来了。也可以简写成扑或是扑扑。Pro 是来自一句广告词，苹果 iPhone 13 Pro 的英文广告宣传标语是 Oh so Pro， 台湾翻成就很 Pro， 因为听起来很像就很破，所以也有人拿来当做破麻的替代用法。第三个叫做小秘密，这里又要来介绍古文常识了。我写这篇增加了好多奇怪的知识啊！3点水一个交的，注意念小，这个应该台湾人都知道，就是精益的意思，但是用在组合名词里只是用来表示不爽，跟精益没有什么关联。例如冲三小就是干嘛的意思，共三小就是你他妈的放屁的意思。但是小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维基一下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地名。小河是中国河北省的一条河，小水是沱河的旧称，小县是安徽省固镇县东豪城的旧称。那它为什么会变成精益？是因为闽南语跟台语的精益跟这个字是谐音，写成3点水加上稍等的稍，也念小，但是中文念成少，有臭汁或是液状馊水的意思。不知道男生觉得这个字有没有仇男，不过恶露也蛮仇女的就是了。所以小秘密就很好理解，就是跟小有关的秘密，一般用在女性不检点的性关系中。不过现在不检点的定义上升很多，以前是外遇偷人，现在是没有告知男方遗忘的性事也算不检点。例如约炮、堕胎、非处女都算，交过外国人也算。演变到后来就跟母猪一样，只要是教徒不喜欢的经历都称为小秘密。只要台女喜欢教徒以外的男人，他们就会暗示对方性关系不正当。第4个是断尾狐狸，这个好像是我频道的第1部影片。这个词是我觉得有趣，所以去查，其实用的场合不是非常多。它是源自于一个伊索寓言，一只狐狸因为尾巴断了很自卑，所以就游说他的同伴也把尾巴剪掉，有大家一起烂的意思。教徒是用这个角色来比喻女人失去处女之后，很害怕自己在男人心目中掉价，所以就到处宣传女人的贞洁不是重要的东西，算是性自主的反动。这个概念跟新世代丑女观念比较没有关系，就是父权时代的处女情节 2.0。 只要出现女性性自主的话题，这个词就可以拿来使用。虽然我们没有读仙书，但是大家似乎都假定每个人认为贞操非常重要。至于这个寓言故事和非处女中间的连结到底合不合逻辑，我们第3章会讲，所以这里就只介绍意义。第5组有2个词，
是捡回收跟想稳定。这两组之所以放在一起讲，是因为它同样源自于一个 PTT 的都市传说。母中教徒帮台女建构出一个糜烂的人生板模，并且宣称现今大部分的台女都是按照这个路线长大的。每个版本的细节不大相同，但大致上是这样。台女小时候父母溺爱，所以变成爸宝妈宝，并且养成公主病的性格。青少女时期受到偶像剧跟谈话节目的影响，变成爱慕虚荣跟恋爱脑的母猪，跟班上的8+9同学乱搞性关系，堕胎好几次，利用喜欢自己的男生把对方当成工具人，凹对方送礼物。上大学之后开始做援交，做酒店买名牌，并且效往嫁给富二代当少奶奶。毕业之后因为以前没念书找不到好工作，工作中自己不努力却抱怨拿不到好薪水是父权歧视，但是又喜欢出国买名牌吃大餐上夜店滥交，所以存不到钱是月光族。但是富二代也看不上他，只把他当成肉便器，最后玩到快30，赶快找个老实的工程师嫁了。婚后又拿女权要求老公给自己零用钱，不做家事，不生小孩，或是外出工作但是不付家用，要老公全包。捡回收就是指那些娶他们回家的工程师，是把垃圾女人捡回家用。想稳定通常是指女方婚前有过滥交行为，老了之后肉体没有价值，才骗男人说想要稳定生活。第6组是黑鲍鱼跟外翻，这两个感觉之后会黄标，但是我是为了教育讲的，应该没有关系吧。鲍鱼台湾人的习惯读包，但是我查了一下它没有破音字，所以只能读是声鲍。鲍鱼就是指驴性生殖器，因为外观还蛮相似的。男性话题中有一个说法，处女的哺乳器官跟生殖器官是粉红色的，随着被男人食用的次数增加，颜色会变深，所以年过25岁的女性下面一定颜色很深，就叫做黑鲍鱼。外翻是指因为活塞运动摩擦频繁，所以里面的某个构造会翻出来。某个见多识广的网友形容会长得很像陕西意，有的教徒还会加上很松或是很臭的形容词，暗示现在女性性关系混乱，所以都有多重性病。虽然他们描述的活灵活现，不过要获得正确的性知识，还是建议请教医师或是专家。毕竟男人之间就是喜欢攀比性经历，网络上的 men's talk 多少都有夸张的成分，当做娱乐就好。